看到我的背景，应该就知道我们跑到哪。这是我们环岛的第几天？对，我们已经没在算了，反正就是我们在环岛。然后想说，回来淡水看看好了，毕竟我们小时候这边长大，而且我真的很喜欢淡水老街，因为风景超好，然后也很多店家可以逛，然后其实蛮好逛，应该是我逛过最好逛的老街。淡水老街真是顶的，好不好？给你们看一下风景。好，欢迎你们从高速降落，所以我们要进到那个淡水老街商店街的部分。我是觉得来淡水一定是要买个铁蛋的，不是星巴克吗？为什么是星巴克？然后这铁蛋比宜兰的便宜啊？那买爆吗？我们让子弹飞一会，我们好好逛一下，说不定还有更便宜的。哦，那里有80啊，骗你的。操妈的！哎，怪奇博物馆还在，就是怪奇博物馆，懂的都懂。你不是说那都假的？我没有在镜头上说过，所以这当我没说了。屁还是糖葫芦20块？我不知道，我可能被其他地方的那个物价给洗脑了。我觉得糖葫芦保底都要80块，在北部的话，20块很便宜，超便宜。可是他们就都没有草莓的。它季节还没到，现在草莓要么难吃，要么就贵啊。我愿意吃难吃的。我也觉得难吃的比较好吃。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？什么叫做难吃的比较好吃？难吃的草莓比番茄好吃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我们到淡水老街的时候已经5点了，大家看天色就知道，其实已经偏晚了。然后我们是想说，我们简单逛一逛之后，就要往新竹开，然后去新竹露营这样。哦，牛奶糖，还有红茶，甜的我都喜欢。我甜的都喜欢。OK， 好。谢谢。原味的多少？一包的是200，刚刚有吃红茶。对，红茶1包就好。老弟请客。你知道我是打着什么条件结账的吗？打着他记得我刚刚有吃过红茶牛轧糖这件事情。他请那么多人试吃，他还记得我吃了原味跟红茶，就他跟我说200，说哇有点贵。但是直到他说你刚刚吃过红茶了吗？我说哎买了，这个服务态度直接到位，好不好？他记得我刚刚吃过什么。直接到位，怎么不太一样？不是我记忆中的淡水老街，我上次来也才几年前而已。没错，我们是来吃淡水阿 K， 这边原本是麦当劳的，我记得这边有间麦当劳，我觉得变很多，除了这个第一信用合作社还在以外，好像没有什么跟我记得一模一样的东西。还是淡水老街要逛河边那一条，这边应该是店面。这间三协城饼铺，我以前这边工作过，很久以前，所以我想要进去看一看，顺便买个东西回去吃，他们东西真的很好吃。我们要进去看一下啊，摄影机我会放下来，因为里面很狭窄。好，等见。又买了一大包，这次有稍微收敛一点，因为我之前每次来都买2-3包回去，这就很难得来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全家都还在台湾，所以我就会买一堆回去给我妈或者什么吃，因为我妈很喜欢吃他们家的东西。对，现在没有人在台湾了，所以我们就买的少一点，大概2人份，还有一点点送朋友的。我是在他的工厂帮忙的，然后我只有6日会下来店面这里，每次6日下来，我们一下班就是很晚，10点、11点，然后可能肚子还是有点饿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前辈，他就会带我去吃淡水阿给，在巷子里面，我要回去吃那间，体验一下，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厉害的阿给，但我其实有点不太记得他在哪了，应该是阿婆铁站那一条左转。因为平日来啊，没什么人，其实蛮好逛的。等一下再找个杂货店买一点传统的糖果就可以回去了。然后什么淡水红楼那些我都不管了，反正那个历史性的建筑物啊，我也不好介绍，我没有读那么多书啊。希望那间阿给还在。点了一个阿给跟一个鱼丸汤，可是我不记得阿给的酱有那么多。它就是一个很像油豆腐的东西，它里面包的是冬粉。它的冬粉如果单吃的话，就是冬粉。超会介绍食物，筷子是拿反，一只正一只反，阴阳调和。对，一个阴阳调和。你想要吃个阿给，可以吃出玄学来。那必须的，我就是一个充满未知的男人，你永远想不到我下一步要做什么。这个算玄学吗？不太知道玄学具体在讲什么。我不知道，就很玄的东西。我不知道，我要介绍这个啦。我刚吃了一块，它外面这个白色的，它吃起来有点像鱼丸的味道，感觉很一大片鱼丸，然后配这个，它就是油豆腐配鱼丸配冬粉，对，它就是属于一口鱼丸、一口油豆腐、一口冬粉的一个食物。但它那个酱很好吃，它那个酱我不太确定是什么东西，感觉在别的地方吃过，有点像甜辣酱，要不然它是冬卷。啊，像吗？没有啦，东泉比较东泉一点，这是甜辣酱，有点类似啊，但是又好像不太像。我调了一下，因为毕竟我们刚刚占太多位置，我把它调到比较靠近我们一点。不知不觉中，这个阿给就被我炫完了。再来就是他们的鱼丸汤，他们的鱼丸汤我记得很厉害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很鲜的清汤，就是很清淡，有一点胡椒味呢，然后咸咸香香的。
它的鱼丸顶天立地，我没有吃过比它还好吃的鱼丸，口感超 Q， 然后不会有那种脆脆的，它就是 Q， 你咬下去的时候这样，然后弹开，然后里面就是你咬下去就满满的鱼丸味，咸香的鱼味从那个鱼丸那样爆开来，应该是他们自己手工做的，它是椭圆形，非常好吃。然后我们要继续去逛淡水老街，可是我们应该会逛河岸这边的。这个转角的土耳其冰淇淋是越做越大间的，它原本是一小摊土耳其冰淇淋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小别的摊位，然后做一做就把整个转弯处都包下来了。小时候都超想买这个的，一个超大根的冰淇淋，变好小，它从原本的30公分变这样，一点都不巨无霸。那个冰淇淋就应该是巨无霸一样。哎，这边有杂货店，帮我们买这间就好，逛一下。我最喜欢逛这种店。我看那像棋盘，好了，我觉得我买一个这个50块，这样要20块。好了，买一个30块面茶粉好了，面茶粉蘸的。你要红片吗？不用。好，那买个红片，不错。我以前很喜欢吃这个巧克力，这个奶油巧克力，但长大就觉得它很腻，就没什么再吃了。可是它没有那个地瓜的，这个一桶180而已，搞一个当每天的早餐可以吃。可以试糖尿病，羊羔必须来的。好了，先这样就好了，再买又要破产。就到他们门口才发现，他们以前有卖这个啊，我想要找这个，但现在突然就没有了。对，我很想要吃那个地瓜的，那个地瓜的工厂好像在南部，然后可能台北比较不好叫吧，所以他们就停卖了。那我去台南老街买好了，台南老街有，确定有，这边可以看一下，看得到我人吗？可以。哦，哇哦，显送 S24。淡水老街这个时间来的确挺尴尬的，真的要假日来，可是假日来人又太多，也不至于啊，这个时间来也蛮 chill 的、啊。只是说就是介绍就没什么好介绍，因为就很多店都没开。这个风凉凉的，然后来就看一些有的没的，喜欢就买。有，它有番薯 Q， 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一间有没有番薯 Q， 那它上面有写，这个也很好吃。这也很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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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也很好吃。只是都是属于那种2口就没味道的口香糖。这个好吃，完了，我看到这种都会突然变得很幼稚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，听起来就很白痴。哎，Sammy 20块，就这样，1、2、4、6、8条。而且它的巧克力片好少，你看这边都有空洞。是，对啊，看起来是没有，可能台北被断货了吧。然后这一袋我应该就在路上吃完，在车上把它吃完。好了，淡水老街可能主要是逛那个 vibe。以前完全不是长这样吧？以前好像更窄一点，没有这么宽阔。可能这个淡水河在越来越窄，到时候淡水跟巴黎就会变很快。这边又有那个逛一下，我要看有没有那个地瓜的。我就想淡水的这些店，该不会都同一个老板吧？阿飘超好玩。哎，小麻将，我们在路上玩，又逛完一间了，依旧没有那个地瓜 Q 啊。每一间的门口都有贴地瓜 Q 的照片，但就是没有任何一间有这个东西，我很难过。台北我很难过，没关系，我去台南买，台南一定有，台南永远不会让我失望。南部是我的骄傲，木屐店要买个木屐啊，穿木屐跑起来2斤摊子哦。这边的 BB 枪1局50，比很多夜市都便宜很多哎，真的是很赞哎。今天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对，淡水老街就这样结束了。想要看多一点店家的话，就是6日来；那想要放松慢慢逛的，就是平日来。我觉得平日晚上来很爽，不会太热，然后人也不多，可以放松慢慢逛。OK， 看到我的背景，你们绝对不知道我在哪。反正现在跟淡水是同一天，我们开了好几个小时。我后面在车上讨论以后，就觉得直接开到台中。然后既然都来台中了，就来石龙宫来还个愿。所以走吧，我们就去。这看起来超怪，我就举着一只这个。上次我们来是4、5个人来，所以举着这个不是我拿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庙板就晚上拜的，晚上还愿应该没有问题。我等一下问一下那个店家，然后简单处理一下。就是感觉的确当时有成效，但是我现在也还没大富大贵，我还不了什么厉害的东西，所以我应该就买现场的贡品，然后还一下，然后说，对，谢谢你们的保佑，然后对，谢谢。